大家好，我是老林。今天科技股大跌，我初步分析出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关税政策和这个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政府于1月14日及15日宣布了一系列的新的贸易措施，对市场情緒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征半导体关税，白宫宣布从1月15日起对部分进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及衍生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这直接推高了硬件厂商的成本预期。网络安全软件限制，有報道稱，中國當局已告知國內企業停止使用10幾家美國和以色列公司的網絡安全軟件，涉及 Broadcom， 引發了市場對美資科技公司在華業務萎縮的擔憂。核心科技股與芯片股的個體利空，英偉達出口受阻。儘管此前有批准消息，但最新傳聞顯示其 H200 芯片的出口再次面臨障礙，導致英偉達股價承壓。特斯拉的政策調整，馬斯克宣布全自動駕駛將轉向僅限訂閱模式，引發投資者對其短期現金流和營收模式轉變的擔憂。估值過高後的獲利回吐，納斯達克100指數在2025年經歷了大幅上漲。目前許多科技巨頭的預期市盈率遠高於歷史中位數，投資者在利空消息出現時傾向於落袋為安。市場資金的防禦性輪動，今天市場出現了顯著的資金轉向，從增長轉向價值，資金正在從高估值的科技巨頭轉向防禦性板塊，比如必需的消費品和小型股。避險需求的增加，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和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擔憂，部分資本正在流向加拿大等避險市場或大宗商品。宏觀政策與金融板塊的拖累，信用卡利率限制，特朗普政府提議限制信用卡利率，這打擊了銀行股，而金融板塊的走弱產生了連鎖反應，也加劇了科技股的拋售壓力。美聯儲領導層變動預期，2026年初，市場正密切關注美聯儲領導層潛在更替和政策方向，不確定性導致市場溢價上升。下周二，川普將在就職典禮上發表演說，但真正可能讓華爾街銀行家徹夜難眠的是他那個看似為民請命的提議，把信用卡利率上限砍到10%。這聽起來很美，對吧？但銀行已經開始警告，這可能是信貸擴張週期的死亡喪鐘。你想象一下，政府為了讓每個居民都能買得起東西，突然下達了一道死命令，全社區超市裡的商品最高售價不得超過10元。對於買不起貴價商品的普通人來說，這聽起來像一個天大的福音。以前50美元的這個高級牛排，30美元的進口水果，現在呢，通通只要10元。但接下來現實的邏輯就會開始反噬。那超市的邏輯，銀行老闆翻開賬本發現，那塊牛排的進貨價就要30元，如果只賣10元，賣一塊就虧20元。老闆不是慈善家，他會怎麼做呢？他會立刻把牛排撤下櫃檯，乾脆不賣了。那貨架的荒蕪，很快超市裡只剩下那些進價低於10元的便宜貨，只給這個信用極好、幾乎沒有風險的人借錢。那原本就處於這個生活邊緣，最需要通過分期付款買米買油的人，就是信用評分比較低的群體，會發現他們的信用卡直接被超市沒收了，因為超市寧可不做你的生意，也不願做賠本的生意。黑市的興起，也就是我們說的高利貸抬頭。當正規超市買不到東西的時候，人們為了活下去，只能去後巷找那些不受監管的地攤販子。那這時候呢，利息可能就不是10%或20%，而是翻倍的高利貸。10月 PPI， 也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數據出爐，同比增長了3%，遠高於預期的2.7%。核心的 PPI 同樣是3%，超出預期。這是什麼概念呢？你聽起來就可能感覺不太直觀，我還是用這個開店的理論給大家分析一下。你可以想，你經營着一家深受社區喜愛的麵包店，本來你預期這個月的麵粉、黃油和電力成本會漲那麼一點，結果賬單寄來的時候漲得比預期還猛。原本以為原料漲個7%，自己咬咬牙補貼一下，還能維持10元一個的麵包原價，結果單子上一看漲了3%。這超出的0.3%，可能就是你這個月準備給店員發的獎金，或者是你打算留給自己的利潤。全線都在漲價，核心 PPI 也是3%，
這意味着不只是偶爾波動的雞蛋貴了，而且連着烤箱、租金、包装紙袋、運費這些基礎最核心的開支都在猛漲。這說明物價上漲不是因為某場大雨毀了莊稼，而是整個產業鏈條都在變貴。燙手山芋的傳遞，現在這個漲價的燙手山芋傳到了你這個老板手裡，那還有几個選擇呢？要麼你自己忍着，你的利潤被擠壓，如果成本繼續上漲，你可能就得裁員關門。傳遞給顧客，下個月你不得不把10元的面包漲價到11元，這就意味着今天的 PPI 猛漲，很可能就是明天的 CPI 上漲的預期。那更要命的是，聯準會原本計劃降息的節奏被徹底打亂了。市場分析師現在的共識是1月不降息，除非標普500崩跌20%，否則聯準會不會恐慌性降息。本周銀行股的表現可以用慘烈來形容。富國銀行第4季度營收低於預期，單周暴跌了7%；美國銀行周跌6%，單日重挫3.78%；花旗銀行這一周跌了7%。技術面上去看，這些银行股都留下了缺口，這在交易員眼中就像一個未填補的傷口，價格呢遲早會回來舔傷口。而更危險的信號是，聯準會正在回購市場進行干預，這在歷史上往往是早期銀行危機的先兆。還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的前景嗎？就是從回購市场流动性問題開始的。現在多個主要指標都形成了上升楔形形態，並伴隨着負背離。這是什麼意思呢？就像你爬一座山，每次向上爬一步，腿就更沉重1分，呼吸呢就更急促1分。表面上你還在往上爬，但是身體已經在發出警告，你快撐不住了。上升楔形就是這種虛弱的上漲。更詭異的是，標普500在10月高點之上僅僅是漲了1%。2022年類似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指數上漲1.5%後就見頂了。而道瓊斯指數與運輸指數僅僅出現1天的背離。歷史數據顯示，1987年股災前這2個指數的背離也只相差7天。這不是巧合，這是市場在用最古老的言語告訴你：小心點兒，兄弟，地緣政治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隨時可能會掉下來。伊朗危機24小時倒計時，美國可能在24小時內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這不是小報頭條，而是多國已經建議公民撤離伊朗的現實。美軍已經從中東軍事基地撤離部分人員，川普還放話對與伊朗有業務往來的國家徵收25%的關稅。而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是誰呢？中國。這等於在中美貿易關係上又澆了一桶汽油。有意思的是，川普周3突然表示伊朗的處決已经停止，原油应声下跌超過2%。但西方軍事官員私下透露，所有的信號都顯示攻擊迫在眉睫。這是真的緩和，還是暴風雨前的虛假寧靜？格陵蘭爭奪戰，21世紀的領土遊戲。川普公開表示，美國不控制格陵蘭是不可接受的底線。法國和德國已經計劃向格陵蘭派遣軍隊，這聽起來像19世紀的殖民爭奪，但它正在2026年真實上演。為什麼呢？因為格陵蘭擁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礦藏之一，而控制這個礦的公司就是接下來我要重點講的 CRML 關鍵技術公司。在混亂中尋找不對稱機會，這些目標正在發光。機會一：白銀 SLV。貨幣貶值的時代必顯的王者，白銀本周單日暴漲7.5%，年初至今短短14個交易日已經上漲了28%。更誇張的是，上海現貨市場已經出現了實物短缺，價格溢價到105美元每盎司。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全球貨幣都在貶值，當紙幣變成紙，硬資產就會發光。但是我必須提醒你，白銀已經進入了超買區域，大眾情緒過於樂觀，這讓我想起了 AMC 和 GME 見頂時的瘋狂。歷史數據顯示白銀曾在2天內回調10%，所以策略是只要守住80美元支撐就繼續持有，但是不要追高。第二個機會 CRML 關鍵技術公司，格陵蘭爭奪戰的最大受益者。這家公司控制着格陵蘭礦區，可以為美國提供非中國的稀土供應鏈。在川普政府大力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背景下，這就是國家戰略級別的資產。本周 CRML 暴漲32.5%，其2倍槓桿 ETF CRMX 更是暴漲62.99%。歷史上，這只股票從低點反彈，曾上漲426%至32美元，
如果測試前高，還有79.5%到80%的上漲空間。但是需要注意啊，這只股票的平均波動率高達9.6%，這不是給心臟不好的人玩的遊戲。第三個機會 ，VLA 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鑽井公司。如果伊朗和委內瑞拉局勢持續緊張，原油價格將受益，而 VLA 作為產業鏈的上游將直接受益。有大資金剛剛砸下56.5萬美元買入5月15日到期、執行價55美元的看漲期權。這種大資金交易通常不是賭博，而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他們可能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銀行股，信貸緊縮的第一批牺牲品。信用卡利率上限政策、商業地產危機、聯準會回購市場干預，這三重壓力足以壓垮任何一家槓桿過高的銀行。區域銀行尤其危險，因為他們對商業地產的敞口最大。給普通投資者的3條生存法則：不要當最後的接盤俠。當大眾情緒過於樂觀，比如現在的白银，通常意味着頂部不遠了。記住巴菲特的名言：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別人貪婪時我恐懼。用止損保護你的本金，無論是什麼樣的交易，都要設好止損價格。這就是專業交易員和賭徒的區別，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認輸。第三個法則：分散投資，主要是主題分散，不要把所有的錢都壓在科技股，也不要全部压在貴金屬。真正的分散是一部分壓住通脹，一部分壓住供應鏈重組，像這個 CRML， 一部分呢要對冲風險，像現金或短期債券。市場不會等你準備好，我知道這篇分析信息量很大，但是現實就是如此。市場不會因為你還沒有準備好就放慢腳步。當通膨數據超預期，銀行股集體跳水，技術面負背離，地緣政治升溫的時候，這不是巧合，而是市場在用它的言語告訴你，遊戲規則要變了。你可以選擇無視這些信號，繼續躺平，也可以選擇主動出擊，在混亂中尋找機會。但記住，每一次大的財富重新分配，都會發生在大多數人還在懷疑的時候。下周二，川普就職，台積電財報，伊朗局勢，這3件事，任何一件都可能成為市場的轉折點。你的資產配置好了嗎？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不要忘記點讚、訂閱、轉發。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